听说太医院新进的这批药材价值连城，快看，这是不是千年灵芝啊？这灵芝个头这么大，色泽鲜亮，年份肯定不浅。哎呀，你们这些新来的医师怎么回事？这肉苁蓉都没弄坏了。你怎能如此不小心？这可是有5年份的肉苁蓉，是极为珍贵的药材，价值1000金呢，你可赔得起？1000金？风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那么多钱啊。依据不是故意的就行了吗？就是，依据不是故意的，值多少钱啊？既然赔不起，那恐怕只能按公规处置，先打20板子，再撵出宫去。管事大人，我求求您，你千万别赶我出宫，我不能出宫，我求求您。公规如此，你不必多言。大人，这药可否让奴婢检查一下，看是否还有机会补救？有什么办法呀？对啊，全身不治，像这样听都没听过。这可是肉苁蓉啊！什么鬼的东西？这怎么补啊？冯医师，依我看，这只是3年生的肉苁蓉。这3年生的肉苁蓉药效未全，属平价药材，不值1000金。那他刚才怎么说是5年生的，还要把人赶出宫去？这说话也太不负责这任了。位医师啊，是啊，你说这肉苁蓉是3年生的，可有依据啊？真正5年以上的肉苁蓉，纹路深如沟壑，色泽油润似琥珀。可这一株鳞片松散，气味寡淡，只是保存不当的3年次品。荣医师所言不虚。见过吴大人。这株肉苁蓉确实只有3年左右，因保存不当，颜色加深，鳞片脱落，才使人误判为5年份。好了，将这批新药送入御药房，好生看管。快去。是。辨别药材是医术的基础，希望大家都能像荣医师一样，细心观察，严谨求证。冯英，你身为医师，却连药材年份都辨错，念你是初犯，这次就不惩罚了。冯英知错，以后一定会仔细办差的。即日起，你们正式进入太医院，成为医师。这位是太医院的院判吴大人，整个太医院由吴大人统管。本官是太医院的副院判，往后你们的差事、考评都归我管。诸位，既然入了太医院，那便是天子脚下的幸运人，男为医官，女为医士，各司其职。3等医士从事药炉洒扫、清理药渣等杂役事，莫嫌差事琐碎，这药渣里藏着的都是门道。2等医士可以行走御药房，与百草朝夕相对，抓药、熬药、配伍，容不得半分差池。至于这1等医士呢，随医官入后宫侍疾，那是太医院头一份的荣耀，也是最凶险的差事。望尔等好自为之。这太医院的最深处是脉案室，里面保存着皇室贵胄历年脉案记录，此乃最高机密，诸位切勿擅闯。这么说，阿娘当年救治太后，反被诬陷为谋害太后的脉案记录，一定也存于脉案室中。找到那个脉案，就能弄清楚当年的事实真相。冯大人，奴婢想知道如何才能进入脉案室研习脉案。这刚入太医院就惦记着去脉案室，好高骛远。俗话说，取其上者得其中，取其中者得其下。奴婢只是想志存高远，不断激励自己，努力进步。只有医官和1等医士才能进入脉案室。要成为1等医士，首先要成为2等医士。每次考核必须在前3，熬满6年后
得衣冠举荐，才有可能成为一等一士。每届新进一士中能出1名一等一士，那便是万幸。多谢冯大人指教，奴婢定会努力进步，早日成为一等一士。好啊，那本官便等着你。一等一士的位置一定是我的，你这个无名小卒也配和我争？好了，以上是要交代的所有事项，明日再安排大家的具体工作。多谢冯大人指教。胡大人，好紧张啊！泽兰，方才多谢你为我解围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。你的药理知识都是同谁学的呀？兰儿，你看，这个药啊叫川木通，它性寒，味道特别苦。兰儿尝过吗？小孩子家的，可不敢乱尝。这个是柴胡，这个柴胡的根茎下面有小小的刺，你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刺到手。还不能宣医，会没命的，会没命的，不能宣，不要，不能宣医，不能宣，不能宣，不会没命的，没命的，兰儿会保护你的，能宣。不会的。家中有族学，还有对药理研究颇深的长辈教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若等到成为一等一士，才能去查看脉案，不知那要何时了。我要想办法溜进脉案室，偷偷看一看。泽兰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苏叶，你知道脉案室在哪儿吗？我也不知道，脉安室不是我们这种3等一士该去的地方。我也就是好奇而已。走吧。荣医师，我知道脉案室在哪儿。你沿着这条长廊一直往里走，走到尽头再右转，见到一个独立的红色大房子，便是了。多谢冯医师。不客气。走了。冯医师，脉案室不是在这边吗？是吗？那可能我记错了吧。脉案室只有1等一士和医官才能进入，我需要想办法伪装一下才行。大人，您这是要去换衣房吗？奴婢正好也要去，不如奴婢帮大人一起送过去。那好吧，辛苦你了。走到尽头再右转，见到一个独立的红色大房子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脉案室怎么会这么潮湿呢？这里怎么是男浴室啊？来都来了，帮我搓个背吧。走。
是何人？我是新来的医官，一不小心走错了地方。新来的医官。肤如凝脂，声若莺啼，颈间不见喉结。这太医院何时来了个女医官？说，你到底是何人？为何女扮男装，混进于室？我今天可把我累坏了，得好好洗个澡。是啊，继续睡。哎呀，舒服舒服。哎，这位兄台是新来太医院的吧？之前没见过呀。是的，你们吃过晚饭了吧？那当然了，都这个时辰了，肯定早都吃过了。这位兄台，你怎么洗澡还穿着衣服啊？啊，衣服一起洗了，方便，这样省事儿。你要不要试试？那就不必了，真有意思。你到底是谁啊？臣宋凌霄，参见皇上。免礼，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快起来！这么多年不见，让舅舅好好看看大外甥。哼，你小子长大了。哼。对了，你母亲在江南一切可好？劳陛下挂怀，母亲一切安好。临行前还叮嘱了儿臣向皇上转达问候，愿皇上龙体安康。真好着呢。凌霄，正如信中所言，近年来后宫子嗣频繁夭折，朕一直暗中调查，仅发现此事可能与太医院有关。太后和皇后身居后宫，一举一动备受瞩目。若让他们调查此事，必定会打草惊蛇。朕思来想去，这件事只有你最合适。你虽不通岐黄之术，但机敏过人，扮作医官潜入太医院，定能探出些蛛丝马迹。陛下放心，臣定竭尽全力，早日查明真相。切记，行事务必要小心谨慎。若有任何消息，可随时向朕汇报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赶紧都把床铺好啊！会不会铺啊你？都快点儿！开门！都放好！哎，干嘛呀你？我关门！开门！哎呀，荣医师，这门好像坏了，你今晚就在外面找个地方睡吧。是啊，这门怎么也开不了，明天我就找人来修啊。这才叫坏。
你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冯英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吗？你少在这装怂！你给我出来！你要干什么？哎，马卡！马卡！你要干什么？荣泽兰，你住手！你快住手！都给我闭嘴！再叫，我现在就把他扔下去！你敢！我要是死了，我家里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以为我会怕吗？今天谁也救不了你。荣医师，你别闹出人命了！你这样闹出人命，你家人会被牵连的。若真能被牵连，那也不错。我错了！荣医师，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惹了我，还想让我这么容易放过你？是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哥哥你放了我，求你了，求你了。我荣泽兰脾气倔，性烈如火，我不惹事，但我也从来不怕事。我来太医院是来学医的，并无心思把时间浪费在你们身上。今日我有言在先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谁若敢再惹我，他就是下场。荣泽兰，你竟敢如此张狂！当真以为我治不了你？今天冯大人要跟我们分配差事，真希望能分到一个好差事。我给诸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太医院的新医官宋凌霄。见过宋大人。今日我就给大家分配日后所负责的事务，你们需谨记，太医院职责重大，不可有丝毫懈怠。是。冯英，你去御药房协助2等医师看管整理药材工作。是。冯医师，好羡慕你啊！刚进太医院就能去御药房看管贵重药材，日后必定大有作为。冯医师将来可别忘了关照我们姐妹。陈红玉、荣泽兰、苏叶、刘清河，你们几个负责院子的洒扫工作。若只是洒扫院子，何时才能晋升为2等医师？冯院判，奴婢也擅长药材鉴别，是否也有机会去药房当差？有些人啊，也不看看自己到底是谁，还想着跟冯医师平起平坐，真是笑。荣泽兰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太医院还轮不到你挑三拣四。冯院判教训的是，奴婢只是有一事不明，还想请冯院判解惑。说。古云：良禽择木而栖，良医择职而任。太医院设位，是否为选贤任能？是又如何？若从容辩伪一事，冯医师误判，幸得奴婢及时勘证，方免药石之乱。奴婢的鉴药之能，还请冯院判明鉴。冯大人乃太医院副院判，行事自有章法。荣泽兰，你此言可是在质疑冯大人？奴婢不敢，奴婢实乃恪守太医院典章，查伪存真以正药纲之训。若因循误判而不见，反是陷大人于不义。冯院判是朝廷命官，行事自然遵法守典。荣医是辨药之能，冯英确实钦佩。古人云：“3人行，必有我师。”若能与荣医师同职御药房，
一可切磋精进，二则彰显冯院判用人之名。冯医院待3月期满，再由院判们亲考优练，优胜者留在御药房。好吧，既如此，我准你二人同掌御药监委之职，若有差池，一并重惩。是，多谢冯院判，多谢冯医师。今后你我二人共勉。且容你张狂几日，过不了多久，定叫你在太医院永无立足之地。没想到还能在太医院的茅厕里寻到现成的人中黄。想不到，荣医师不仅杂人力，还伶牙俐齿，就连冯大人都被你说得哑口无言，还真是失敬啊！承蒙宋大人谬赞。这什么东西啊？为何如此车技熏人？拿开！此乃人中黄，由干草装竹筒入粪坑较制而成。虽然气味难闻了些，却是清热解毒的良药。宋大人作为医官，竟然不知，还真是奇怪。哼，人中黄嘛，我自然是知道的。我不过是为了试探你罢了，毕竟你可是可以女扮男装混进男浴室的人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搞什么鬼把戏？宋大人多虑了，小女只是一介刚入宫的医士，经3审6验才得以进入太医院，家世清白可查。倒是大人您，身为医官，不但会武，医术嘛，倒是有待考究。你入太医院究竟为何？才真是让人费解。荣医师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好奇心太重，可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无害于太医院。奴婢知晓了。荣医师，我在你身上嗅到了一股危险的气味。荣医师的尾巴可要藏好了，要是哪天被我抓住，这小命可就不保了。宋大人也一样，我荣泽兰也不是什么柔善可欺之辈。那便最好。雷暴将至，速速将药材收妥，门窗拴牢。若有药材受潮损毁，仔细你们的皮。是。荣泽兰，今日便叫你知晓与我争抢，不会有好下场。荣医师，我方才想起我晾在院中的襦裙还未收取，若叫暴雨淋透，明日当值可如何是好？我得回去收一下，这里的草药就劳烦你收拾一下了。好。记得关好门窗。哎呀，你们二人来得正好，这天下雨了，我那新裁的襦裙还晾在院中，若被雨淋湿，就得耽误明日当值了。幸好荣医师让我先回去收，就是今日御药房的差事他自己都做了，真是辛苦他了。辛苦什么呀？收拾下草药能有多累？冯医师，你就是太好心了，可不嘛！快别这样说了，大家都是同僚。
快走吧。我也翻查了历年太医院的脉案，妃嫔子嗣的医案记录，皆无纰漏。想来得另寻方向探查了。这雨变大了，还好门窗关得及时，否则这么大的雨刮进御药房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宋大人，又见面了。这雨下得突然，大人手中无伞，如若不嫌弃，可与奴婢共撑一伞。不必，既已尽职，便早些回去休息吧。如此，那奴婢先行告退。丽妃娘娘病重，急需霍山石斛入药。如今这批药材全被雨水打湿，无法使用。哎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昨夜是何人当值？如此大雨，竟未将御药房窗户关上，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吴院判、冯院判恕罪。昨日是奴婢与荣医师共职，奴婢因牵挂晾晒的如群先行离开，临行前千叮万嘱，务必要关好门窗。哪料京城竟见御药房窗棂大敞，想必是荣医师忙中疏漏，这才导致药材被淋湿了。啊？不会吧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冯医师此言何意？是说我未关好门窗，致使药材受潮吗？昨夜冯医师同我们一起回的寝室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啊？就是啊，我们一同回去的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这冯英借故脱身，就是为了用这暴雨生事，够险恶。哼，雕虫小技，倒不枉我留了后手。昨夜我离开御药房时，门窗紧闭，此事宋大人可以为我作证。宋医官，荣医师说的可是实情？这个嘛，还好门窗关得及时，否则这么大的雨刮进御药房，可就大事不妙了。怪不得昨夜他这么好心，要我共撑一伞，原来后招在这儿啊！人中黄。吴院判，下官昨夜经过御药房，确见荣医师离开时，御药房门窗紧闭，一切安排的妥当。昨夜我在漫案时，见到你是戌时3刻，你是在这之前看见荣泽兰离开御药房的？正是。昨夜戌时末，我离开漫案时，经过御药房时，曾瞧见有人推门进了御药房，那身形……那身形似乎是冯医师。就是他。也就是说，我关好门窗离开后，冯医师你又暗中去打开了？不是我昨天确实是出去过，去的不是御药房，是那个西北角的茅房。是吗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冯医师平日里习惯用的是公桶，怎的昨夜大雨反而想起去茅房了？我愿意用公桶还是茅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慌什么？我哪里慌了？你少污蔑我！冯医师，昨夜我关好门窗离开御药房时，我在门窗上挨个涂抹了我刚刚熬制好的白子油膏。慌乱中摸着黑，
去开关门窗的人肯定不会注意到。想必此人现在的衣袖上还沾有白子油膏的油渍吧？哎呀，风医师，你衣袖上这褐黄的油渍，怎么跟我的白子油膏如此之像？冯一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蓄意损坏宫中药材，构陷同僚，你该当何罪啊？师傅，救救我！师傅，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救救我！师傅，住嘴！犯下此等罪过，还有脸求我？眼下最要紧的是找到霍山石斛。李医官，当真一株能用的霍山石斛都没有了吗？吴院判都被雨淋了，太医院暂无库存。公安的药铺能找到吗？罗大人，这霍山石斛本就稀缺，宫外药铺短时间内也难以寻得呀，怕是来不及了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！耽误了娘娘的病情，我们所有人的脑袋都不够砍的。吴院判，丽妃娘娘难受至极，汤药何时送到？吴院判，我或许有办法让受潮药材恢复药效。当真？那你快说。什么？是谁打湿了药材？如果丽妃娘娘没有及时用药，有个3长2短，我会将此事禀明皇上，定会将此人满门抄斩。吴院判，太医院如果拿不出汤药，耽误了娘娘治病，你们都没有好果子吃。这怎么办？荣医师，荣医师，你真能解决是吗？求你帮帮我，我给你道歉，我错了，我求你帮帮我，只要你能解决药材收账，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求你帮我，我不应该因为御药房只为一直记恨你，我求你帮帮我，对不起，我求你帮帮我行吗？帮帮我行吗？我想死了。吴院判，如果我让霍山石斛重新恢复了药效，可否晋升我为2等医师？这有办法吗？当初偷穿医官衣服闯进南御室，而今又想成为2等医师，他胆子是真大呀！吴大人，眼下救丽妃才是头等大事。荣泽兰，你若解决了药材问题，太医院便破格晋升你为2等医师。谢吴院判。荣泽兰，我警告你，若你失败，耽误了丽妃治疗，不仅要受宫规惩处，还会被逐出太医院。你可考虑清楚了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我需要大量硫磺、木炭，还有火折子。李医官，快速速去办。是。这么想成为2等医师，你到太医院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吴院判，药材已处理完毕，请查看。荣泽兰，硫磺性烈，稍有不慎便成砒霜。你可知《雷公炮笞论》中名言“石斛忌火毒”？你这般以毒攻毒，若丽妃娘娘服后有个好歹，你担当得起吗？泽兰，你方才所用之法可有何依据啊？回吴院判，这硫磺熏蒸可以有效去除药材中的湿气。霍山石斛受潮，不仅会影响药材本身的药性，还容易滋生霉斑。硫磺燃烧产生的气体可以有效去除霉斑，保证药材的品质。
并且这木炭可以吸附原本残留在药材上的硫磺，以免硫磺影响药材的药性。荣医师年纪轻轻，竟有如此见识和手段，敢问此法从何处学来？我学医10载，每月定期都会为百姓义诊，以便积累经验，精进医术。此法是我偶遇一游方神医，从神医处学的。原来如此啊，倒是我孤陋寡闻了，此等巧妙的方法从未见过。那硫磺之毒，你又如何保证全无呢？冯医师，这里可是太医院，聚集了我朝所有最优秀的医官，这验个毒不是什么难事吧？这2等医士肯定是我先进。您这和松油都无变色，这火山石斛确实不含硫磺毒素。真长啊！荣泽兰成功解决了药材受潮的危机。真好，还真有办法。快，按药方去抓药熬制，给丽妃娘娘送去，一刻也不得耽搁。真好啊！是啊。冯英，你极度陷害同僚，致使药材损毁。身为医士，此等行径罔顾医者仁心，触犯公规铁律，你可知罪？奴婢知罪。罚俸半年，禁闭3日。若再犯，即刻逐出太医院。冯医领罚。本官说到做到，即日起，荣泽兰晋升为2等医士。真的晋升了，多谢吴院判赏识。就是啊。叔父。废物！此事你可知错？是，叔父，婴儿知错，是我低估了荣泽兰。药材受损，当众受罚。她是什么出身？她只不过是一个被贬医官的妓女，你竟然被她搞到跪地求饶，丢不丢人？在这太医院，要么踩碎别人的脊梁往上爬，要么等着被碾成烂泥。我们冯家的脸面，你要给我挣回来。知道该怎么做吗？婴儿知道。记住，这1等医士的位置，你必须给我拿下。荣泽兰，他必定会成为你的绊脚石，留不得。动手干净些，莫让冯家受牵连。你若连一个小小的医士都解决不了，无能之辈，也不便留在太医院了，滚回家里嫁人去吧。叔父放心，婴儿一定会用他的剑柄做我们冯家在太医院的祭品。哎，你可听说了？太医院新来了个世家郎君。可不就是那个姓宋的，打从入院起就没见他摸过脉诊，整日里在廊下晃悠，哪里有个医官的样子？听说啊，是走了宫里的门路，这般烂泥扶不上墙，也配穿医官服？就是，荣医师，宋大人何事？恭喜荣医师成为2等医士。荣医师这般步步为营，实在叫我好生好奇。
起初，我以为你是心怀不轨之人，可我观你这些时日的所作所为，又不是那般心怀不轨。容易是这般汲汲营营，究竟所求为何？宋大人既已知我并非恶人，何须多问？倒是宋大人你，不通药理之术，却武艺非凡，不识人中黄，却频繁出入麦案室，就连吴院判见到你，亦要礼让3分。我亦想知道，大人到底为何这样？别这么紧张，荣医师。你为太医院解决了难题，救了整个太医院的人命，想来也并非坏人吧？遇事那晚你救了我，药材之事又助我一臂之力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宋大人既已知我并无恶意，还请适可而止。若大人再步步紧逼，也休怪泽兰不客气。别这么紧张，我只是好奇，那1等医师的位子究竟藏了什么，让你如此这般去冒险？还是请大人收起你的好奇心吧。若无其他事，奴婢先行告退。荣泽兰呀，荣泽兰，咱们来日方长。一天没吃饭了，好饿呀！也不知道御膳房里还有没有能吃的东西。谁在那儿？这人深夜来御膳房，难道跟我一样是饿了？难道是宫女深夜来偷吃东西？听说了吗？昨夜公主失踪，被人在御膳房找到的时候，竟然在狼吞虎咽的吃生肉，还大口大口的喝鲜血呢，这么诡异啊！后来呢？后来公主被送回去之后，情况愈发可怕，整个人像疯了一样，嘴里不停的喊着饿，见什么吃什么，纸张、头发、蜡烛，但凡能拿到手里的，都一股脑的往嘴里塞，拦都拦不住。天哪！我听说公主从小就怕喝苦药，喝药时又哭又闹的。之前给公主熬药的2等医师被丽妃娘娘罚得好惨，现在太医院里的2等医师们都在躲着这差事呢。何止是罚，上个月给公主熬药的2等医师被丽妃娘娘打了20板子，浑身是血的扔出宫去。丽妃娘娘发了话，这次不管是谁熬的药，只要公主不肯喝，直接杖毙。还好我们不是2等医师，不用我们熬药。对。依我看，所有2等医师都得去给小公主陪葬。哪位2等医师能接这差事？丽妃娘娘催得急，不能再延误了。荣泽兰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化险为夷。这位姐姐，荣医师他心细如发，做事认真仔细，不如就将这熬药的重任交给他吧。不要，荣医师，快接药方啊！
冯嫣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都阻止不了我成为一等一士。怡儿乖，来，听话。公主，请喝药。怡儿乖，把这药喝了，母妃就送你一只想要的皮影，好不好呀？来。我不要，这药太苦了，我不想喝嘛，我不要。你们都是怎么办事的？连让公主喝药这点事都做不好吗？平日里吃好喝好的养着你们，到头来都养出了一群废物吗？丽妃娘娘息怒，本宫之前3番5次的告诫太医院，务必给公主熬些不苦的药来，怎么到如今这药还是这般难以下咽？你们太医院是不把本宫放在眼里，觉得本宫好糊弄是吗？娘娘恕罪，求娘娘再给奴婢一次机会。本宫已经给过太医院多少次机会了？来人，把这个熬药的给本宫拖出去，我死里打！丽妃娘娘，求娘娘再给奴婢一次机会，奴婢一定能熬出公主会喝的药。本宫凭什么信你？娘娘，半月前，奴婢在御药房查阅典籍之时，曾发现了前朝传记之中记载有解幼童居药之症的方法。眼下奴婢记不太清，恳请娘娘让奴婢回太医院寻找此法。若下次再有差池，奴婢任由娘娘处置。好，若公主再不肯喝药，本宫就先剜了你的舌头。若谢娘娘开恩，奴婢定不负娘娘所望。没事吧？公主此病并非寻常病症，喝药治疗。可是哪有汤药是不苦的呀？有了。你们听说了吗？荣泽兰差点被丽妃娘娘拖下去打死。泽兰她怎么样了？她现在还好吗？泽兰，你怎么样了？你没事吧？丽妃脾气如此大火，怎会轻易放过她？荣医师，你这般看着我做什么？冯嫣，你少在这揣着明白装糊涂，你在算计什么？我一清二楚。荣医师此话何意啊？我实在是听不懂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冯医师可莫要冤枉人，我不过是见你肩上有灰，帮你拍了拍，大家可都看见了。那看来是我误会了。冯医师脸色怎么这般难看？莫不是病了？不如我替你向吴院判告个假。不用。冯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冯医师，听说荣泽兰今日又去给公主送药了。上次丽妃就大发雷霆，这次她肯定又要倒霉了。这次就看她命大不大了。那汤药中早已被我暗中加了黄连，我就不信她还能躲过去。我的命当然大了。小公主没为难你，公主为何要为难我？把这些草药给我分解。绝不可能，荣泽兰一定耍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我一定要拆穿她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